人品藏在言语里，言语定了你的命。三句悔福之语，听懂必获，守住得福。各位朋友，咱们活在这个人世间，每天都要和人打交道，每天都要开口说话。可你有没有过这样一种真切的感受，就是你身边总有那么一类人，只要他一开口，你心里就莫名的发慌，浑身都觉得不自在，一股说不出来的压抑感从脚底直往上窜，让你只想赶紧找个理由结束对话，远远的躲开他。你再仔细回想一下，是不是每次和这样的人聊完天，你回到家里心情就变得格外糟糕？不是不小心打翻了水杯，就是走路时碰伤了腿脚，要么就是和家人因为一点小事莫名其妙的大吵一架，做什么事都不顺心，干什么都觉得磕磕绊绊。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就像自带是非磁场一样，不管走到哪里，哪里就会变得鸡犬不宁，流言四起，矛盾不断。原本安安稳稳的一个地方，被他搅和几天，整个环境的氛围都变了，连大家常说的风水都跟着变差了。我告诉大家，这些绝对不是偶然的巧合，这是人与人之间气场的真实感应，是能量之间的相互传递，更是冥冥之中因果法则在实实在在的起作用。我们老祖宗留下的易经系辞里早就写得明明白白，吉人之辞寡，造人之辞多。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说，那些有福气运势好的人，说话从来都是少而精，言语温润柔和，字字句句都有分量，不会乱说话。而那些没有福气运势低迷的人，说话总是多而杂，口无遮拦，滔滔不绝，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从来不顾及后果。古人通过几千年的生活观察，早就发现了言语和命运之间那种密不可分的神秘关联。更玄妙的是，易经64卦当中专门有一卦叫兑卦，兑为泽为口，代表说话，代表喜乐。这一卦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说话这件事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给你带来吉祥如意，让你广结善缘，贵人不断，也可以让你万劫不复，众叛亲离，晚年过得无比凄凉。这一切的结果，全看你怎么用自己这张嘴。兑卦的卦辞是兑、亨、利、贞，意思就是说，嘴巴如果用得好，人生就能亨通顺利，万事顺心。但前提是必须坚守正道。什么是说话的正道？就是不该说的话绝对不说，不该传的闲话绝对不传，该诋毁的人绝对不损，该抱怨的事绝对不怨。可惜啊，现实生活中太多人懂这个最根本的道理，他们总觉得说话不过就是动动嘴皮子的小事，能有多大的影响？殊不知，我们每一句话说出口，都是在往自己的人生里播种。你种下的是善因，日后就会收获善果；你种下的是恶因，日后必然会承受恶报。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从来不会偏袒任何一个人。今天我就要用最直白的方式，最真实的故事，最经典的古训，告诉大家一个识人避祸守福的核心智慧。有一种人，你只要听他说3句话，就能准确判断出他这辈子的运势走向，就能知道他值不值得深交，能不能放心相处。这3句话句句都透露着他骨子里的人品，藏着他未来人生的所有密码。等我把这3句话完完整整的讲完，你就会彻底明白，为什么有些人
明明条件不差，家世好，长相好，能力也不错，却总是留不住福气，婚姻不顺，日子难熬，诸事坎坷。为什么有些人不管走到哪里，哪里就会乱成一锅粥，是非缠身，麻烦不断，厄运连连？咱们做人不求大富大贵，但求平平安安，不求人人称赞，但求远离灾祸。而远离灾祸的第一步，就是先认清那些会给你带来麻烦、消耗你福气的人，而认清这些人的关键，就藏在他们日常说的这3句话里。第一句，搬弄是非，无中生有的闲话管不住嘴，就守不住福。我们先从第一句话说起。这句话看起来平平常常，几乎每个人在生活中都无意间说过1、2句。但是如果一个人总是把这句话挂在嘴边，把搬弄是非当成日常消遣，乐此不疲，那他这辈子的运势基本上就已经到顶了。再怎么努力拼搏也很难翻身，就算天生有再好的命格，也会被自己这张嘴一点点败光。这不是危言耸听，是无数人用人生验证过的事实。这句话就是那些专门添油加醋、无中生有、四处传播的是非闲话。我在这里要先跟大家分清楚，我说的是非闲话，绝对不是朋友之间正常的聊天交流，不是亲人之间真诚的分享倾诉，更不是对事情客观的讨论评价，而是那种专门打听别人隐私，抓住一点小事就大肆传播，甚至胡编乱造、添枝加叶、扭曲事实的恶意闲话。这种话为什么会这么可怕？为什么会直接毁掉一个人的福气和运势？我从易经的核心智慧给大家仔仔细细的分析一下。易经坤卦64爻有一句至关重要的爻辞，阔囊，无咎无欲。这句话的意思非常直白，就是把口袋紧紧地扎起来。虽然这样做不会得到什么显赫的名声和赞誉，但是也不会招来任何灾祸和麻烦。这是老祖宗教给我们最基本的处世之道，也是人生趋吉避凶的第一法门。坤卦代表什么？代表大地，代表承载，代表我们常说的厚德载物。一个人想要拥有长久的福气，想要人生顺顺利利，就要像大地一样，能够包容万物，承载万事，沉稳安静，张扬躁动。可是你静下心来想一想，如果这片大地整天都在晃动，都在翻涌，一刻都不安稳，那它还能承载得住世间万物吗？还能孕育出花草树木、五谷杂粮吗？答案肯定是不能。而我们的嘴巴就好比是大地的一个缺口，你把这个缺口管好了，福气就能稳稳地装在心里，留在身边。你把这个缺口管不好，整天往外漏东西，什么话都往外说，那再多的福气也会漏得一干二净，留都留不住。可现实生活中，偏偏有很多人做不到这一点。他们的嘴巴就像一个漏风的破口袋，心里藏不住一点事，什么话都往外倒，而且专门喜欢说那些见不得光、上不了台面的是非闲话。他们还天真的以为这是在和别人拉近关系，是在显示自己消息灵通、人脉广泛。殊不知，他们每说一句是非闲话，都是在败坏自己的德行，消耗自己的福报，都是在给自己的人生埋下祸根。我年轻的时候，为了研究易学和人性，专门去过南部乡下做长期调研，走访了几十个村落，访谈了上百位高龄老人，亲眼见过太多因为嘴碎、爱说闲话而毁掉自己一生的案例。
其中有一个妇人的故事，让我记了几十年。今天我把这个故事原原本本地讲给大家听，希望大家能从中悟出道理。在那个偏远的村落里，有一个姓林的妇人，大家都叫她林嫂。林嫂年轻的时候长得眉清目秀，模样周正，嫁的丈夫也是村里老实本分、勤劳肯干的男人。家里虽然不算大富大贵，但有田有屋，衣食无忧。按理说，只要安安稳稳过日子，日子肯定会越过越红火，福气也会越来越厚。可这个林嫂偏偏有一个改不掉的致命毛病，就是特别喜欢打听别人家的私事，不管大事小情，她都要刨根问底。打听清楚之后，再加上自己的凭空想象，添油加醋的到处去说，她那张嘴从早到晚就没有闲着的时候。东家长西家短，张家媳妇的脾气，李家女儿的婚事，他比当事人自己知道的还要清楚。最要命的是，他说的话里有一大半都是自己凭空编造的，根本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可他编得太逼真了，时间、地点、人物、细节样样俱全，说得有鼻子有眼，让村里的人真假难辨，很容易就信以为真。村东头有一户人家刚娶了一个外村的新媳妇，姑娘温柔贤惠，勤快懂事。林嫂总共就见过新媳妇2、3面，连话都没说过几句，就开始到处编造谣言，说这个新媳妇在娘家的时候就品行不端，和村里的年轻男子有不清不楚的关系。这话一传十，十传百，在小小的村落里快速蔓延开来，弄得那个新媳妇在村里抬不起头，走在路上都被人指指点点。年纪轻轻的姑娘受不了这样的委屈和羞辱，差点就寻了短见，最后还是娘家人过来撑腰，才勉强平息了这件事。可新媳妇心里的阴影辈子都抹不掉。村西头有一户人家，男主人常年在外面做木材生意，起早贪黑，风吹日晒，辛辛苦苦赚了几年血汗钱，终于盖起了一栋宽敞的新房。这本来是村里的大喜事，大家都应该为他高兴才对。可林嫂又开始造谣生事，说这个男人的钱来路不明，肯定是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亏心事，不然凭他的本事，不可能这么快就盖得起新房。起初村里的人还觉得林嫂就是嘴碎，随便说说而已，都是街坊邻居，谁还不知道谁的底细，也就没太当回事。可是林嫂说的次数太多了，而且说的绘声绘色，煞有介事。时间一长，竟然真的有很多村民信了他的鬼话。那户盖新房的人家，男主人的名声彻底被败坏。外面的生意伙伴听说了这些谣言，纷纷选择疏远他，不再和他合作。乡里乡亲见了他，也都躲着走，私下里对他议论纷纷。这个男人实在气不过，专门找到林嫂和他理论，要求他停止造谣，给自己道歉。可林嫂不但没有丝毫愧疚，反而变得更加蛮横无理，指着男人的鼻子说：我又没指名道姓说你心虚什么？难道我说的就是你吗？这话说的简直就是无赖行径，蛮不讲理，把男人气得浑身发抖，却又无可奈何。后来这件事越闹越大，已经影响到了村里的安定团结。有人直接把这件事告到了乡公所，公所的工作人员专门下来调查，经过仔细核实，发现林嫂说的全都是凭空捏造的谣言。
没有一丝一毫的事实根据。最后林嫂被依法罚了款，还被要求当着全村人的面给那2户被他伤害的人家公开道歉。按道理说，经历了这样的事，林嫂总该吸取教训，收敛自己的嘴巴了吧。可他就算表面上收敛了，骨子里的毛病还是改不了。更重要的是，一切都已经太晚了。他的名声从此在村里彻底臭了，走到哪里，人家都躲着他走，生怕被他缠上，被他造谣。以前那些围着他听闲话、附和他的人，现在见了他都绕道走。他那些所谓的朋友，一个个都和他断了来往，没有人愿意再和一个爱搬弄是非、满嘴谎言的人打交道。更让人唏嘘的是，从那以后，林嫂的家里就开始接连不断的出事，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先是她的丈夫在生意上莫名其妙赔了一大笔钱，原本稳赚不赔的买卖突然就出了意外，亏得血本无归。接着是她的儿子到了该娶亲的年纪，家里托了好几个媒人，跑遍了周边的村落，没有一户人家愿意把女儿嫁过来。人家一打听，未来的婆婆是个远近闻名的长舌妇，爱造谣，搬是非，谁愿意把自家姑娘往火坑里跳？再后来，林嫂自己也得了一场大病，躺在床上整整半年，生活不能自理，差点就丢了性命，花光了家里仅有的积蓄，才勉强保住一条命。村里的高龄老人都说，这就是口业的报应，是他自己管不住嘴，造了太多的孽，才落得这样的下场，怨不得别人。从面相学的角度来看，一个人如果经常说是非闲话、造谣生事，他的面相会慢慢发生潜移默化的改变。这种改变就是内心阴暗在脸上的真实体现。首先是嘴角会慢慢往下垂，大家可以仔细去观察身边那些爱搬弄是非的人，他们的嘴角很少是上扬。面相书上明确记载，嘴角下垂主刻薄，主孤寡，这不是封建迷信，是老祖宗几千年观察总结出来的客观规律。其次是眼神会变得闪烁不定，因为他们心里有鬼，说的话都是自己编造的，连自己都不知道是真是假，所以不敢正视别人的眼睛，眼神总是飘忽游走，躲躲闪闪。再次是面色会变得灰暗无光，因为他们整天沉浸在那些阴暗、负面、见不得光的事情里，内心的正气会一点点消散，身上的阳气会越来越弱，面色自然就不会红润光泽，反而透着一股阴沉之气。我见过太多这样的人，年轻的时候也是眉清目秀，一脸正气，可是因为管不住自己的嘴巴，常年说闲话，造谣言，到了中年、晚年，整张脸就变得刻薄阴沉，让人一看就不想亲近。这就是言语造业带来的面相改变，也是福气消散的外在表现。更深一层来讲，从风水的角度来说，一个家庭如果总是有人制造口舌是非，说三道四，造谣生事，这个家的气场就会变得非常混乱，毫无和谐可言。风水最讲究的是什么？是气的流通与和谐，是阴阳平衡，生生不息。一个好的风水格局，气是流畅的、祥和的、温暖的，能够滋养家人，汇聚福气。可是如果这个家里总是有人在说别人的坏话，在编造谣言，在搬弄是非，那这个家的气场就会变成一个十足的是非之地。
是非之地是什么概念？就是阴气大量聚集，阳气快速消散，该来的好运根本进不来，该来的麻烦却一个接一个的找上门。阴气太重会带来什么后果？首先是财运严重受损，因为财属阳，阳气充足才能留住钱财。阴气太重，阳气不足，就算有财运来了，也会悄悄漏掉，根本存不住。其次是家人的健康会频频出问题，尤其是家里的女主人，因为长期制造口舌是非，最先受到负面影响的就是自己，身体会越来越差，小病不断，大病缠身。再次是人际关系会越来越差，身边的贵人会越来越远，愿意帮助自己的人越来越少，而小人会越来越多，专门给你使绊子找麻烦的人层出不穷。大家仔细想想，林嫂后来的遭遇是不是和这个规律完全吻合？丈夫生意赔钱，儿子娶不到媳妇，自己卧病在床，这些难道真的是偶然吗？绝对不是，这都是管不住嘴，造口业带来的必然结果。所以我常常跟身边的人讲，古人说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这句话不是教你做一个没有原则的老好人，不是让你软弱可欺，忍气吞声，而是教你保全自己的福气，是告诉你人生最基本的趋吉避凶之道。荀子里面有一句话说得非常透彻，怨天者无志，怨人者心穷。那些整天说别人闲话搬弄是非的人，他自己的内心已经穷到没有什么可以思考的了，只能靠编排别人、诋毁别人来获得一点可怜的存在感，来满足自己那点阴暗狭隘的心理。这样的人内心贫瘠，德行缺失，你觉得他的命运能好到哪里去？他的福气能留得住吗？根本不可能。有一点大家一定要牢牢记住，嘴巴这个东西在中华传统文化里面被叫做气口。什么是气口？就是气进出身体的关键地方。你吸进去的是天地之间的清气、正气、阳气，你吐出来的是你自己内心的心气，是你内心最真实状态的直接反应。如果你的内心是清净的、善良的、正直的，你吐出来的气就是正气、和气、福气。如果你的内心是浑浊的、阴暗的、狭隘的，你吐出来的气就是浊气、戾气、晦气。如果你整天吐出来的都是浊气、邪气、是非之气，那你身体里面好的精气神就会慢慢被消耗殆尽，剩下的全是负面糟粕，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会越来越差，面相会越来越衰败，运势自然也就越来越低落，人生只会越来越坎坷。反过来，如果你能守住自己的口德，该说的话绝对不说，不知道的事情绝对不乱传，不评判、造谣、诋毁，那你就是在默默积累阴德。阴德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的力量无比强大，它会在你遇到危险的关键时刻帮你化险为夷，会在你不知道的时候给你送来贵人相助，会在冥冥之中默默护佑着你和你的家人平安顺遂。这就是古人常说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你积累的善是什么？口德就是最直接、最容易做到的一种善。你积累的不善是什么？口过就是最严重、
最容易招惹灾祸的一种不善。道德经里讲，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真正有智慧、有福气的人，都懂得管住自己的嘴巴，因为他们心里清楚，每说一句没有根据的话，就是在消耗自己的福报；每传一句不实的谣言，就是在给自己种下祸根，得不偿失。我讲到这里，可能有人会问我，曾教授，那我听到了一些事情，心里忍不住想说，该怎么办呢？我告诉你一个最简单、最实用的方法，你在开口说话之前，先停下来，问自己3个最核心的问题。第一，这件事情是真的吗？我有没有亲眼看到？有没有确切的证据？如果只是道听途说，没有真凭实据，那就绝对不要说。第二，这件事情说出来对谁有好处？能不能帮到别人？还是纯粹为了满足自己的八卦心理，看热闹的心态？如果只是为了自己开心，对别人没有任何益处，那就绝对不要说。第三，这件事情说出来会不会伤害到别人？会不会给别人带来困扰、痛苦，甚至灾难？如果会伤害到别人，那就绝对不要说。如果这3个问题你有一个回答不上来，或者回答是否定，那你就立刻闭嘴，把这句话咽回去，把这个想说的念头彻底打消掉。可能有人会觉得这样做人太累了，说话还要思前想后，太不自由了。可是你静下心来想一想，跟晚年孤独凄凉、众叛亲离、灾祸不断比起来，这点累又算得了什么呢？守住嘴，就能守住福；管住口，就能避灾祸。这笔账谁都能算得明白。所以我奉劝各位朋友，那些整天搬弄是非、胡编乱造、满嘴闲话的人，他的命格里面定有致命的缺损，他的运势一定在持续走下坡路。你千万不要和这样的人深交，因为他的是非会不知不觉沾到你身上，他的晦气会直接影响你的气场，破坏你的运势。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天天跟一个满嘴是非的人待在一起，久而久之，你自己也会不知不觉变成一个爱说是非的人。到时候因果报应来了，你想躲都躲不掉，想后悔都来不及。第二句，尖酸刻薄，专戳痛处的损话恶语如刀，伤人伤己。现在我们来讲第二句话，这句话比第一句搬弄是非的闲话更可怕，杀伤力更强。因为第一句闲话伤害的主要是别人，虽然最终也会反噬到自己身上，但毕竟有一个慢慢积累的过程。而第二句话伤害的却是所有跟他有关系的人，包括他自己、家人、朋友、亲人。而且这种伤害是及时的、持续的、深入骨髓的，一辈子都难以愈合。这句话就是那些尖酸刻薄、专门戳人痛处的损话。易经对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概念，对为毁则。对代表嘴巴，代表言语，毁则就是毁坏、损伤、破坏的意思。这句话直接告诉我们，嘴巴如果用不好，就会成为一把毁坏一切的凶器，毁掉亲情，毁掉爱情，毁掉友情，毁掉自己的人生。对卦的卦象是泽，泽水本来是滋润万物的，可以灌溉农田，养育生命，给世间带来生机。可是如果泽水泛滥成灾，不受控制，就会冲毁堤坝，淹没庄稼，摧毁房屋，造成巨大的灾难。我们的嘴巴也是一样的道理，用好了可以安慰人心，
化解矛盾，传递温暖，汇聚福气。用不好了，可以伤人于无形，毁人于瞬间，比任何凶器都要残忍。古人有一句话说得惊心动魄，舌上有龙泉，杀人不见血。龙泉是什么？是古代一把削铁如泥、锋利无比的名剑，杀人不见血。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的舌头比龙泉剑还要锋利，杀起人来不用见血，但是给人带来的伤害却更加深重，更加难以磨灭。刀剑伤的是人的肉体，就算伤得再重，过一段时间也会慢慢愈合，甚至连疤痕都不会留下。可是恶语伤的是人的心灵，心灵上的伤口，就算过10年、20年，甚至一辈子，都无法真正痊愈，会在心里留下永远的阴影。一想起来就会隐隐作痛。可是现实生活中偏偏有很多人不懂这个道理，就算懂了也毫不在乎。他们把尖酸刻薄当成伶牙俐齿，把挖苦嘲讽当成心直口快，把戳人痛处当成性格爽朗，开口就是讽刺，闭口就是挖苦。别人的缺点他们一眼就能看到，且必须当众说出来，让别人难堪。别人的痛处他们专门往上面戳，而且觉得特别过瘾，特别有成就感。他们从来不会换位思考，从来不会顾及别人的感受，只图自己一时口舌之快。殊不知这是最愚蠢、最消耗福气的行为，是在把自己的福气一点一点往外送，是在把身边的人一个一个往外推，最后落得众叛亲离、孤苦伶仃的下场。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历史案例，这是我在研究命理、研究人性的时候接触到的一个真实故事。当事人已经离世多年，我讲出来也不算泄露隐私，希望大家能从这个故事里看清尖酸刻薄的言语到底能毁掉一个人的人生。民国时期有一个大户人家的小姐，出身钟鸣鼎食之家，从小养尊处优，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论家世、论学识、论相貌，在当时都是1等1的出众。按理说这样的条件应该能嫁一个好人家，日子过得顺风顺水，幸福美满。可他偏偏有一个致命的毛病，就是嘴巴太刻薄，说话太损，从来不给别人留一点情面。他似乎天生就有一种本事，能在最短的时间里找到别人最脆弱、最痛苦的地方，然后毫不留情地戳下去，让别人痛不欲生。在家里，他嫌弃丫鬟笨手笨脚，张口就是你这个蠢货，连猪都不如，看不惯厨子做的饭菜不合口味，就当众斥责这是人吃的东西吗？喂狗狗都不吃，就连自己的亲姐妹他也丝毫不留情面。姐姐稍微胖了一点，他就当众嘲讽再吃下去，你就要去马戏团演大象了。妹妹说话慢一点，他就挖苦你是不是脑子里面进水了，连话都说不利索。妹妹绣花绣得不够精致，他就嫌弃这绣的是什么玩意儿，拿出去只会丢人现眼。这样的话谁听了不寒心，谁听了不难过，可他丝毫没有觉得自己有错，反而觉得自己是实话实说，是在帮助别人认清自己，还总拿刀子嘴豆腐心给自己找借口。殊不知真正的豆腐心绝不会说出刀子一样的话，刀子嘴的背后从来都是刀子心。后来这个大户小姐到了出嫁的年纪，嫁了一个门当户对的人家，男方家里也是当地有头有脸的大家族，有权有势。按道理说
她嫁过去之后，只要收敛自己的脾气，管住自己的嘴巴，好好经营家庭，日子肯定会过得和和美美，琴瑟和鸣。可她把尖酸刻薄的毛病原封不动地带到了婆家，而且变本加厉，更加肆无忌惮。她嫌弃婆婆年纪大了不会打扮，当众说穿成这样也不怕被别人笑话。嫌弃小姑子没读过多少书，就嘲讽大字不识几个，将来能嫁什么好人家。嫌弃丈夫不够体贴浪漫，就指责娶了我算是你，祖坟冒青烟。你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她那张嘴就像淬了剧毒的尖刀，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句句扎心，针针见血，从来不给家人留一点情面。有一次，她的丈夫在生意上遇到了重大挫折，赔了不少钱，心里又委屈又难过。回到家里，本想跟自己的妻子诉诉苦，寻求一点安慰和支持，希望能从家人这里得到一点温暖。可这位大小姐倒好，不但没有半句安慰，反而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指责。我嫁给你算是瞎了眼，连这点小事都办不好，你还有什么用？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几句话就把丈夫心里最后一点希望浇灭了。后来她的丈夫抓住了一个新的机会，想东山再起，重振家业，满怀希望地回家跟她商量，想听听她的意见，得到她的鼓励。可她又一次泼了冷水，嘲讽道：就你这德行，还想做成大事，省省吧，别做白日梦了，免得最后输得更惨。大家想一想，这样的话说出来，一个男人的心是不是瞬间就凉透了？一次两次还能忍一忍，3次5次还能迁就一下，可是日积月累，年复一年，天天生活在这样的尖酸刻薄里，天天被自己最亲近的人挖苦嘲讽，谁的心能受得了这样的摧残？谁能不寒心不失望？慢慢的，这个家就彻底散了，没有一点温暖，没有一点亲情。她的丈夫借口生意繁忙，常年在外面奔波，过年过节都不愿意回家，宁愿一个人在外面吃苦，也不想回到那个冰冷的家。她的婆婆和小姑子见了她就躲，能不说话就不说话，生怕一不小心就被她挖苦嘲讽。她后来生了一个孩子，可孩子从小就不愿意亲近她，因为每次靠近她都会挨骂被指责，感受不到点母爱。最惨的是她到了晚年，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她的孩子长大成人之后，远走高飞，去了很远的地方生活，逢年过节都不愿意回来看她一眼。有人问起这个孩子为什么不回家看望母亲，孩子只是淡淡地说：从小到大，我从来没有听过他一句好话，回家干什么？挨骂吗？受气吗？就这样。这位曾经出身名门、才貌双全的大小姐，孤零零地度过了自己的余生。临死的时候，床前只有一个雇来的老佣人，连一个送终的亲人都没有，晚景凄凉，让人唏嘘不已。我讲这个故事，不是要批判谁，更不是要幸灾乐祸，而是要告诉大家一个最真实的道理。从气场的角度来讲，尖酸刻薄的话是一种非常强烈的负面能量，是一股伤人的煞气。你每说一句损人的话，就等于是在往外释放股煞气。这股煞气首先会狠狠伤害到被你说的那个人，在他的心里留下一道深深的伤口，永远无法愈合。然后这股煞气会在周围的空间里弥漫开来，
污染整个家庭、整个环境的气场，让身边的人都感到压抑、痛苦。最后，这股煞气会狠狠地反弹回来，加倍伤害你自己。这就是风水上常说的煞气回旋。煞气这个东西，从来都是会反射、会回旋的。你把煞气射向别人，最后总有一部分会原封不动地反弹回来，而且会不断叠加。你射出去的越多，反弹回来的伤害就越重。大家仔细想一想，如果一个女人天天都在释放这种尖酸刻薄的煞气，她身边的气场能好得了吗？她的丈夫、孩子、家人长期生活在这种充满煞气的环境里，他们的运势能好得了吗？她自己整天泡在这种负面能量里面，身体能好得了吗？心态能平和吗？所以那位大户小姐晚年不但孤独无依，而且多病缠身，浑身都是病痛，这都是言语煞气反噬的必然结果，怨不得别人。我常常说，言语温和是一种很高级的修养，是一种很难得的能力，更是一个人最大的福气。你不要以为说好话是软弱，是没本事，是阿谀奉承，恰恰相反，能够管住自己的嘴，不说伤人的话，不说刻薄的话，能够换位思考，顾及别人的感受，这才是真正的本事，真正的大智慧。因为伤人的话谁都会说，只要不过脑子，张口就来，毫无难度。可是温和的话、体谅的话、鼓励的话，不是每个人都说得出来的。那需要深厚的修养、宽广的格局、包容的胸怀，需要你不断修身养性才能做到。《弟子规》里面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道人善即是善，扬人恶即是恶。你说别人的好话，赞美别人的优点，就是在做好事，就是在给自己积累福报。你说别人的坏话，挖苦别人的缺点，诋毁别人的人格，就是在做坏事，就是在消耗自己的福气。做好事积德，做坏事损德，这个道理简单直白，可是很多人就是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因为他们被自己的坏习气控制住了，被自己的嗔恨心、嫉妒心迷惑了，不愿意管住自己的嘴巴，不愿意放下自己的狭隘。我再从另一个角度给大家讲，在相学里面看一个人的福气大小，有一个很重要的判断标准，就是看他的声音。声音和蔼，语气温柔，说话慢条斯理的人，通常福气都不会太差，人生也会比较顺遂。因为声音代表的是一个人的心气，心气平和，中正不偏，运势自然平稳安顺，福气自然深厚绵长。反过来，声音尖刻，语气恶毒，说话带刺的人，他的心气是混乱、浑浊的、偏激的。这样的人，就算暂时拥有财富和地位，最后也会落得个凄凉的下场，因为他用声音释放出去的那些负面能量，那些伤人煞气，迟早都会回到他自己身上。这就是因果，这就是轮回。大家可以去仔细观察身边的老人，那些晚年幸福美满、儿孙绕膝、受人尊敬的老太太，你听她说话，定都是和和气气的、温温柔柔的、慢条斯理的，让人听了如沐春风，心里特别舒服。而那些晚年孤独凄苦、无人问津、被亲人疏远的老太太，你听她说话，定都带着一股怨气、一股戾气、一股刻薄气，让人听了浑身不舒服，只想赶紧躲开。这不是巧合，这是几十年的
言语习惯，最终在人生中呈现出来的结果，是因果法则最真实的体现。所以我再次奉劝各位朋友，遇到那种开口就是讽刺挖苦，专门戳人痛处，说话尖酸刻薄的人，你一定要保持距离。不管他跟你是什么关系，不管他有什么冠冕堂皇的理由，你都要果断远离，不要抱有任何侥幸心理。因为他那张嘴就像一把无形的刀，会在不知不觉中割伤你的心，会在日积月累中消耗你的正能量，破坏你的好运势。老话讲，利刀割体痕易合，恶语伤人恨难消。身上的伤口过一段时间就会愈合，可能连疤痕都不会留下，可是心里的伤口却很难抚平，可能一辈子都会隐隐作痛，影响你的一生。你跟这样的人深交，早晚会被他伤得遍体鳞伤，到时候你想恢复想弥补都已经来不及了。第三句，消极负面满腹牢骚的怨话，越抱怨越倒霉，越知足越有福。现在我们来讲第三句话，这句话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也是最容易被大家忽视的。很多人自己天天都在说，却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亲手给自己挖坑，正在一点点消耗自己的福气，毁掉自己的运势。这句话就是那些消极负面满腹牢骚的怨话。易经64卦里面有一个非常不好的卦象，叫做否卦。否卦是64卦当中最不通达最闭塞的卦之一。它的卦象是乾在上坤在下，也就是天在上地在下。很多人会觉得奇怪，天本来就在上面，地本来就在下面，这不是最正常的状态吗？为什么说这是不好的卦象呢？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天的阳气是往上走，地的阴气是往下沉的，天地之气完全不能交流，不能互通，不能交融，所以万物就不能生长，人事就不能顺畅，整个局面就是闭塞不通，死气沉沉。否卦的卦辞明确记载，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意思就是说，天地之气不能相互交流，万物就无法生长，人事就无法顺畅，运势就会陷入低谷，无法翻身。大家注意，火卦的否字和我们现在说的否定、否认、否决是同一个字。这一卦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当一个人陷入否定一切、抱怨一切的状态时，他的运势就会彻底闭塞不通，就会像否卦一样，上下不交，内外不通，好运不来，厄运不断。抱怨是什么？抱怨就是在不断的否定自己的生活，否定自己的遭遇，否定身边的人，否定老天爷的安排，否定一切自己不满意的事情。你越否定，你的内心就越封闭，你越抱怨，你的运势就越闭塞，你越牢骚，你的好运就跑得越远。这个道理不仅易经讲得明白，现代心理学也有完全相同的说法，叫做自证预言。什么是自证预言？就是你对未来有什么样的预期，你每天说什么样的话，这个预期这些话就会慢慢变成现实。你整天抱怨生活不好，说我的日子怎么这么苦，我怎么这么倒霉，结果怎么样？结果生活就会真的越来越不好，你就会真的越来越倒霉。因为你的抱怨把身边好的能量全部赶跑了，把愿意帮助你的贵人全部吓走了，把摆在你面前的机会全部推开了，最后只剩下无尽的倒霉和坎坷。
你整天抱怨丈夫不体贴，妻子不温柔，孩子不听话，工作不顺心，说他这也不好，那也不好，结果怎么样？结果对方就会真的越来越不好，因为他从你这里得不到一点认可，得不到一点温暖，得不到一点鼓励，他的心就会慢慢凉下来，慢慢远离你，最后变成你抱怨的样子。这不是迷信，这是心理作用加上气场感应的双重结果，是易经讲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在现实生活中最真实的体现。我给大家讲一个近代的真实案例，这个故事离我们不算遥远，能让大家更直观地感受到抱怨的危害。民国时期，有一位才女，出身书香门第，从小饱读诗书，自己也颇有才华，诗词歌赋样样精通，是远近闻名的聪慧女子。后来她嫁给了一个年轻的画家，这个画家当时穷困潦倒，没有名气，没有财富，只能靠卖画勉强维持生计，日子过得非常清苦。这个才女开始的时候还能勉强忍受，毕竟是自己选择的婚姻，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咬咬牙也就挺过去了。可是时间一长，她的心态就彻底失衡。她看到身边其他的太太穿金戴银，出入有车马相随，生活富足安逸，再看看自己布衣金钗，粗茶淡饭，连一件像样的首饰都没有，连一顿丰盛的饭菜都吃不上。这样强烈的对比，让他心里越来越不平衡，越来越不满，从此开始了无休止的抱怨。他跟亲戚朋友诉苦，说跟了他，我从来没过上一天好日子，别人的太太珠光宝气，我却要算计着每一分钱过日子，这日子还有什么盼头？她当着丈夫的面不停发牢骚，指责你有什么用，辈子没出息，让我跟着你受苦受累，当初我真是瞎了眼才嫁给你。她甚至在外人面前也毫不收敛自己的怨气，逢人就说嫁给一个穷画家，真是倒了8辈子霉，这辈子都没有出头之日。大家想一想，这个画家本来就在困境中苦苦挣扎，外面的压力已经很大了，他最需要的是身边人的支持和鼓励，是一个温暖的港湾，让他疲惫的时候可以休息，受挫的时候可以振作。可他回到家里，听到的不是安慰，而是无休止的抱怨和指责，感受到的不是温暖，而是冰冷的嘲讽和否定。他的心里是什么滋味？一个男人在外面打拼已经很辛苦了，回到家里还要承受这样的精神折磨，他的心能不凉吗？他对这个家能不失望吗？他对自己的人生能有信心吗？慢慢的，这对夫妻的感情越来越淡，裂痕越来越深，再也回不到当初的甜蜜，最后只能分道扬镳，各走各的路。更让人唏嘘的是，这个才女离开画家之后，又找了另外一个男人。这个男人条件比画家好太多了，有权有势，能给他想要的富贵生活，有车有房，衣食无忧。按理说，他终于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一切，应该满足了，应该珍惜了，应该不再抱怨了吧？可他的抱怨习惯已经根深蒂固，刻在了骨子里，根本改不掉。没过多久，他又开始抱怨新的生活，抱怨这个男人不能给他正式的名分，抱怨他对自己够关心，够体贴，抱怨生活够完美，够顺心，怨天怨地怨别人，
从来不会反省自己。结果怎么样？历史再次重演，这段看似美满的关系，也最终走向了尽头。他再一次被抛弃，到了晚年，他过得无比凄凉，身边一个亲人、一个朋友都没有，守着一堆无用的回忆，在无尽的悔恨和遗憾中度过了自己的余生。反过来，我们再看当年被他抛弃的那个穷画家，在离开他之后，遇到了一个温柔贤惠、懂得鼓励和支持他的妻子。妻子从来不会抱怨他贫穷，只会在他失意的时候安慰他，在他努力的时候鼓励他，在他坚持的时候陪伴他。在妻子的支持和自己的努力下，画家后来成了一代书画大师，名满天下，作品被世人争相追捧，身边有贤惠的妻子，孝顺的儿女，晚年儿孙绕膝，生活幸福美满。大家看，这是不是最鲜明的对比？一个满腹牢骚，抱怨不休，最后孤独凄凉；一个踏实努力，被人支持，最后功成名就，家庭美满。这不是命运公平，这是自己的言语和心态决定了自己的人生。从风水的角度来讲，抱怨是一种非常强烈的负面磁场，具有极强的破坏力。你在家里抱怨，你家里的磁场就会瞬间变差，原本和谐的气场会变得混乱不堪，原本流畅的能量会变得停滞阻塞，福气根本进不来。你在单位抱怨，你单位的环境对你就会变得越来越不友善，同事会疏远你，领导会忽视你，好的机会永远不会落到你头上。你到哪里抱怨，哪里的风水对你来说就会慢慢变坏。这不是风水本身的问题，是你用自己的负面能量把好风水彻底败掉了，把好运气彻底赶跑了。我常常跟人讲，风水是活的，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人的气场、人的心态、人的言语而不断变化。同样一个房子，让一个开朗、乐观、积极向上、从不抱怨的人住，那就是吉宅，住着顺心顺意、万事亨通。让一个整天抱怨、满腹牢骚、消极负面的人住，那就会慢慢变成凶宅，住着诸事不顺、是非不断、灾祸连连。你的气场决定了你的风水，你的心态决定了你的运势，你的言语决定了你的人生。外在的环境固然重要，但是内在的修养、平和的心态、端正的言语，比外在环境重要10000倍。所以中庸里面有一句话讲得非常好，智者莫若修身，怨人莫若自省。想要停止怨恨，最好的办法是反省自己；想要停止抱怨，最好的办法是修养自身。你不要把宝贵的精力花在毫无意义的抱怨上面，抱怨是这个世界上最没用、最消耗福气的事情。它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不能改变任何现状，只会消耗你的正能量，败坏你的好运势，疏远你的亲人和朋友。你要把有限的精力花在改变现状上，花在实际行动上，花在提升自己上。能改变的事情就努力去改变它，不能改变的事情就坦然接受它。这才是真正的智慧，这才是真正的修养。我再从易经的核心思想给大家讲讲为什么抱怨这么可怕。易经最核心的智慧之一就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什么意思？就是相同频率的东西会互相吸引，相同能量的东西
会互相感应。你的心是什么频率，你说的话是什么能量，你就会吸引来什么频率的人和事。你整天抱怨，你的频率就是负面的、低沉的、阴暗的，你就会吸引来更多让你抱怨的倒霉事、烦心事，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越抱怨越倒霉，越倒霉越抱怨，人生越来越糟糕，越来越难以自拔。反过来，如果你能转变自己的心态，多看看生活中好的一面，多说一些积极向上的话，多想一些正面阳光的事，你的频率就会快速提升，变得高昂、明亮、温暖，你就会吸引来更多好的人、好的事、好的运气，人生自然会越来越顺，越来越好。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好运不断，贵人相助，有些人霉运连连，灾祸不断。不是老天爷偏心，不是命运不公平，是他们自己的心态不一样，言语不一样，散发的能量不一样，最终的人生结果自然天差地别。我讲到这里，可能又有人会问我，曾教授，道理我都懂，可是我就是控制不住自己，遇到不顺心的事情，心里就难受，忍不住要抱怨，该怎么办呢？我告诉你一个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每当你想抱怨、想发牢骚的时候，先立刻停下来，深呼吸3次，让自己平静下来，然后问自己3个最关键的问题。第一个问题，这件事情是真的无法改变吗？如果能改变，就立刻想办法去行动，去改变，不要抱怨。抱怨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只有行动才能改变现状。如果不能改变，那抱怨就更没用了，不如坦然接受，把精力用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第二个问题，抱怨能解决问题吗？你好好回想一下，从小到大，你遇到的所有问题，有哪一个是靠抱怨解决的？一个都没有。抱怨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让心情变得更差，让别人离你更远，百害而无一利。第3个问题，1年之后，这件事情还重要吗？很多我们当下觉得天大的事，过不去的坎，过一段时间回头再看，其实根本不值一提，甚至连想都想不起来。既然如此，何必为了这些短暂重要的小事，消耗自己宝贵的福气和精力呢？你用这3个问题好好过滤一下自己的念头，你就会发现，你真正值得抱怨的事情，其实少之又少。大部分的抱怨都是不必要的，都是在浪费能量，自毁前程。很多人问我，该怎么快速识别那些爱抱怨、爱说闲话、爱说损话的人？其实很简单，不需要相处很长时间，从3个方面就能看出来。从面相上看，爱说闲话、搬弄是非的人，眉毛通常散乱不齐，眼神游移不定，嘴唇偏薄，而且嘴巴总是停乱动，藏不住事。爱说尖酸刻薄损话的人，眼神通常尖锐冰冷，眉毛常年紧锁，嘴角往下撇，一脸刻薄相，爱抱怨，满腹牢骚的人，面相通常晦暗无光，法令纹很深，整张脸都透着一股挥之不去的怨气，让人一看就觉得压抑。这些面相特征不是绝对的，但是有非常高的参考价值。大家多观察几次，就能积累出经验，